他跑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北京知青顾青和上海知青于凡相遇在西双版纳农场，纠缠一生的爱情故事拉开了序幕。刘永强回到农场的第一个傍晚，他的住处就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。于凡怒目而视地望着他，半天不说话，也不喝营长帮自己倒的茶水。于凡同志，有事吗？娟子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他知道自己是多管闲事，但他却咽不下这口气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他死的时候肚子里有你的孩子，你还是男人吗？这是我和娟子的事儿，你这个外人别插手。要是你敢乱说，这辈子都别想离开农场了。大不了我这辈子就烂在这儿了。你要是有良心，就捧着娟子的骨灰回北京。你凭什么指挥我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得不到娟子，嫉妒吧？你胡说！他吼着扑了过去，想用自己并不硬朗的拳头教训营长，可却被人按倒在地上。你和顾青那小子在山上干的事儿，我可知道。你不是被他当成姑娘用了吗？你不嫌寒酸？他本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这小骚货非得跑过来挑衅，他就得教训一下了。听到这句话，自尊心极强的于凡立刻僵住了，他羞得面红耳赤，真想直接跳河追随娟子而去。可他要是死了，远在上海的母亲该怎么办？所以咱们都保持沉默，自当没听到没看到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等你有机会就业，我一定会批准你回城的。眼泪汪汪的于凡扭过脸不再吭声，他也唯有忍了。营长松开了捏着他脖子的手，却居高临下的望着他。要是哪天不想和顾青玩了，可以来找我，我很厉害的。说完还摸了上海知青的小腰2把。于凡再也忍不下去了，挥起胳膊就朝刘永强的鼻子捶了一拳。流氓！营长擦了擦鼻血，反而笑了。哈，真泼辣，难怪那混小子喜欢你，不爱和姑娘睡觉。于凡从地上爬起来，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刘永强的宿舍。接下来的3年，对于农场里日渐成熟的年轻人来说更是煎熬。恋爱结婚这些事摆在了眼前，很多比他们大的老3届都纷纷成家立业，甚至还有了孩子，而小3届也都到了23、24岁的年纪，其中绝大部分的人都开始恋爱了，只有顾青和于凡还置身事外，依旧保持着亲密的友人关系，依然出双入对。时至1978年，从海峡的另一边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，邓丽君的歌声悄悄地成为了那时年轻人们慰藉心灵的良药，但他们却只能偷偷地在夜深人静之时听所谓的靡靡之音。这预示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即将席卷整个中国大陆。同年春天，于凡便收到了母亲的来信，他告诉儿子自己已经提前办理了病退，儿子可以来接替他的岗位回城了。看到信里的内容，他激动地流下了热泪，可却没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顾青，而是私下里悄悄地找领导办了返程的手续。4月的一个休息天，顾青睡到中午才从床上爬起来，他看看对面空空的床铺，立刻问坐在桌前看小说的陈东：于凡呢？他回上海了。啊？他探亲怎么不和我说一声？他回城了。此话如同晴天霹雳，把他顿时打到了冰冷的谷底。你呀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，他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怕你难过。他何止是难过，简直是痛不欲生。他觉得自己被欺骗，被抛弃了。丫的，太孙子了！至少让我送他上昆明，至少……他知道现在追也来不及了，于帆一定是天还没亮就坐着长途车奔了昆明。他就是怕你这样，所以才不让我告诉你的。不带这样的。都说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但他却觉得最无情无义的却是一心想回城的上海知青。此时的于凡正坐在长途汽车上，惆怅地望着青色的山岭，用小到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哼着邓丽君的歌。今早出发之前，他不舍得望着对面床上的人很久，才轻轻地提起行囊，走出了生活近8年的简陋小屋，离开了这个充满青春回忆、欢笑和眼泪的农场。而顾青带着这股情绪浑浑噩噩地晃悠了大半年，直到11月底发生了女知青因赤脚大夫误诊母子双亡的悲剧，引动了整个云南的5万多知青大请愿要求回城的事件之时，他才暂时从感情的漩涡中抽身而出。1979年的夏天，顾青阔别了生活了8年的红土地，回到了北京的父母身边，成了一名副食店的营业员。他原本就是个热情的人，立刻爱上了销售这个行业，一干就是5年。改革开放后，顾青大胆地放弃了铁饭碗，
成为了第一批下海淘金的个体户。到了90年代，他已经把生意做到了俄罗斯，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，俨然成了知青中颇具代表的成功人士。1994年春天，顾青从北京出发去往上海，这次他索性没坐火车，开车从国道过去。此行的目的是要从上海采购一批布料样品和设备回北京。他打算今年直接成立一家服装厂，专门做国外的订单，甚至会考虑以后做自己的品牌。总当倒爷是没办法继续发展的，他得把公司做出规模和档次来。刚出了北京， BP 机就响了起来。他把车停到了一家小餐厅门前，拿出大哥大拨了对方的号码，里面传出陈东的大嗓门：顾青，听得到吗？听得见，啥事儿？哦，我刚才接到郭林的电话了，他说上海有知青聚会，听说你要去上海出差，他呀就撺掇着你参加呢，让我通知你时间地点，还留了个电话号码。